大家好，我是老岳。今年5月28号 ，AST Space Mobile 美股代号 ASTS， 盘中最高133.8块，上周五收盘57.8块，不到2个月，市值蒸发了1多半。这支票最近后台好多朋友在吹，说老岳你讲讲 ASTS 吧。有人说它是下一个 SpaceX， 也有人已经亏得睡不着觉了。行，今天就讲它。我们花了几天把它的财报、发射记录、投行报告、国防合同全都翻了一遍。这期就把功课摊开，它怎么涨上去的，怎么跌下来的，天上那10颗大卫星值不值220亿美金，片尾有我自己的看法。照旧声明，这期是研究分享，不是投资建议，买还是卖你自己定。老岳，可能不少观众是第一次听说这家公司，它是做什么的？他做的事情说出来特别好懂，让你手里这台普通手机不换机，不加任何设备，直接连上500公里外的卫星打电话上网。你可能马上要问，手机天线就指甲盖那么大，信号怎么够得着太空呢？他的答案是，手机不够大，就把卫星做大。它一颗卫星展开，一面223平方米的天线，接近一个网球场，是目前近地轨道上最大的商用天线阵列。天线越大，耳朵越灵，才收得住手机那一点点微弱的信号，这是物理决定的。再看生意模式，它不直接向消费者收钱，它跟运营商合作 ，ATT、Verizon、英国的 Vodafone、沙特的 STC， 运营商付钱给他，有预付款，将来还有分成，然后把卫星覆盖打包进自己的套餐，卖给开车进山、出海、住在偏远地区的用户。你看，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格局， T-Mobile 找的是马斯克的心念， ATT 和 Verizon 找的就是他。美国3大运营商在天上分成了2个阵营，这场仗从地面一路打到了太空。他今年5月冲到133块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一连串真利好，不是纯炒作。这个要讲公平，我按时间给你捋一捋啊。4月21号 FCC 把商业运营牌照批下来了，还允许它的新作从25颗扩到248颗，这是直连手机这个行业第一张大规模商用许可，含金量很高。再往前，1月份它入围了国防部 Golden Dome 防御体系的承包商名单，新闻标题里挂着1510亿美元合同池，市场一看这个数字就沸腾了。5月11号，沙特 STC 签了10年协议，一次性预付1亿7500万美金，真金白银。3天之后 ，ATT、T-Mobile、Verizon 3家宣布合组卫星合资公司当天，它涨了10%以上。基本面之外，还有个筹码因素呢。这票的空头占到流通盘的21%，利好一来，空头得抢着买回股票止损，越买越涨，涨得就更凶。几股力量叠在一起，从5月初的低点63.8块，3个多星期翻了1倍，5月28号冲到133。那怎么2个月就腰斩了呢？3季闷棍，5、6、7月，1个月挨1季。第一季5月11号的一季报，营收1470万美金，市场预期是3800万，只交出40%，差得太远了。大家马上开始怀疑全年目标还能不能兑现。第二季发射出事了，它的卫星原本一大半要搭蓝色起源的新火箭 New Glenn 上天，结果呢，4月一次发射，火箭上面级没把卫星送到位，一颗崭新的卫星直接报废。5月底New Glenn 的试车台又爆炸了，拖到7月16号，公司只好承认，原计划2026年底45颗卫星到位，开始商业服务，现在整体推到2027年，服务要等到2027年上半年，晚了整整半年多。做他的股东，等于又多付1年的钱，多担1年的风险。第3季7月15号，他突然宣布再发10亿美元可转债，注意啊，这是今年第2笔10亿了。2月刚发过一笔，老股东的股权又被稀释一轮。第二天单日跌 13%， 一周下来跌 25%。 再算上大环境，7月中旬整个太空板块都在跌， SpaceX 那一周也跌了3成，
几件事赶在一起，就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跌了这么多，他现在财务状况怎么样？账上还有多少钱？4笔账摆出来就清楚了。第一笔，收入去年全年7090万美金，公司给今年定的目标是1亿5到2亿。第二笔，亏损，去年净亏3亿4，今年光1季度就亏了1亿9，相当于每收进1块钱，同时亏出去5块，而且还在加速。造卫星、买频谱都是吞金兽马。第三笔，现金账上30亿，加上7月刚募的10亿，一共40亿。按现在每季度4亿多的花钱速度，够烧2年出头，但发射一提速，只会烧得更快。之后还得继续伸手向市场要钱。第四笔，股本，从2024年底到现在1年多一点，流通股多了3成。今年光可转债就发了20亿美元，你手里每一股的含金量一直在被摊薄。对了，还有个细节你应该知道，6月份创始人兼 CEO Evelyn 用一种叫预付远期的合约，把手里250万股提前变现了1亿4600万美金。严格说这不是抛售，是一种对冲安排，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创始人自己也选择在60块附近先落袋一部分。聊聊技术，它这个大卫星算不算护城河？星链是不是也能做一个？这个问题我们查了很久，答案得分2半讲，前一半领先是真的，不是吹的。223平米的阵列，全世界只有它的在天上飞，基带芯片自己研发了5年，天线在太空热胀冷缩会变形，它不硬扛，靠软件实时测量，实时校正波速方向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工程积累。而且物理规律站在它这边，手机天线小是改不了的。想让普通手机连出宽带，天上就必须有一只大耳朵，这条路谁来走都绕不开。后一半，但领先不等于别人追不上，没有任何物理定律拦着 SpaceX 造大天线，人家钱更多，火箭还是自己家的嘛。而且 SpaceX 已经摊牌了，他们负责卫星政策的高管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场合公开讲，下一代直联手机目标每个用户150兆速率，2027年底开始测试。150兆什么概念？正好就是 ASTS 芯片的能力标的，这个数字明显是对着它去的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大天线给他买到的是2到3年的时间差，不是一条护城河。这2、3年里它是独一份，2、3年之后对手就到门口了。那频谱呢？很多人说频谱才是它真正值钱的东西。对，这一层确实比天线硬。我们也认为频谱是他手里最值钱的资产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卫星直联手机最稀缺的资源是频段，尤其是低频段，700到850兆赫，穿透力好，传播远，天地之间这种超远距离通信，低频就是黄金地段。那美国的低频段攥在谁手里？AT&T 和 Verizon 这2家不但把频段借给 ASTS 用，还真金白银入了股。另外他自己还买了一块，从 Ligado 手里拿下一段 L 频段在美国和加拿大80多年的使用权，光头款就付了5亿5，这是他完全自主的资产。那星链怎么办？马斯克的办法还是砸钱，170亿美金收购 EchoStar 的一批频谱， FCC 今年5月已经批了。但这笔交易有2个短板：一，买到的是2000兆赫的中频，物理条件比低频差一截；二，牌照要到2027年11月才全部过户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不过有一点得跟你交代， AT&T、Verizon 和 ASTS 之间，我们翻遍公开资料，没有找到任何法律上的排他条款。这个阵营靠的是利益绑定，不是合同锁死。万一 ASTS 一直交不出货，运营商掉头找别人，没有法律障碍。国防那条线呢？1510亿美元的合同池，听上去可不小。这条线的水分今天得当着大家的面挤一挤。那个1510亿的池子叫 SHIELD， 是导弹防御局的一个采购资格清单。注意2个字，资格。入围只说明你有资格来投标，不代表拿到1分钱订单。那这个清单上有多少家公司呢？2440家。洛克希德、诺斯罗普、
波音、雷神全在里面。ASTS 是2440分之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到今天为止，这个池子实际发出去的订单金额是0，而 Golden Dome 真正的大钱走的是另外几条采购通道，而且标已经开了。7月13号，17亿5的导弹跟踪卫星给了 L3 Harris 和 Sierra Space。5月底，一笔40多亿美金的卫星网络合同给了谁呢？ SpaceX。你看国防这个故事讲到最后，大赢家还是马斯克。那 ASTS 实际拿到手的是什么？加起来1亿美金量级的演示合同，4300万一笔，3000万一笔，2000万一笔，都是做技术验证的小单。所以我对国防线的定性是一张彩票，方向是真的。军方确实想要天基通信网络，但指望它撑起220亿市值，现阶段撑不住。华尔街怎么给它定价？分歧大到有点夸张。同一家公司 Scotiabank 说值41块， Ross 说值108，差2倍半。综合下来，共识评级是持有平均目标价88块，比现价高5成，听着挺美，对吧？但你得拆开看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。有个细节我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美银大行里唯一覆盖它的大摩、高盛、摩根、大通到今天都没看它。美银启动覆盖那份报告的模型原文里，这家公司未来10年的自由现金流加起来是负6000万美金。那目标价从哪来？几乎100%来自第10年以后的中值。翻译成人话，连投行自己的模型都在承认买它，买的全是2035年以后的故事。看多的也一样 ，Piper Sandler 给100块，算法是赌他2031年能做到42亿美金的 EBITDA， 就是息税折旧摊销前的利润，给20倍，再按每年15%往回折现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多空两边炒的从来不是技术，没有一家投行质疑大天线，炒的就2件事：一，你信不信它的时间表；二，等这么多年，今天该打几折？数据都摆完了，老岳，你自己怎么看这家公司？好，下面是我的个人观点啊，只代表我自己，不构成建议。我的看法可能比市场上吹它的声音要冷。ASTS 和星链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公司，现在不是，我看未来也很难是。你看数字嘛，收入差161倍，用户一边1030万，一边是0，你可以说他们是竞争关系，但在我眼里，它更像是在吃星链盘子外面剩下的那部分市场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星链的火箭是自己家的，发射成本全行业最低，这个优势别人学不来。第二，大天线，刚才讲了，对 SpaceX 只是时间问题，迟早做得出来。第三，锅盖生意，家庭宽带、野外、海上、偏远地区，那是星链的基本盘，这块市场还大得很，人家根本不愁增长。第四，手机这块它有 T-Mobile 站台，过2年还有自有频谱，价格上又打得起，我不认为它会输给 STS。那 ASTS 手里真正独有的牌是什么？低频段加上 ATT、Verizon 这个阵营，运营商手里攥着几亿用户，消费最终发生在用户那里，这是他借到的最大的利。但这张牌前面说过，没有排他条款，是利益绑定，不是卖身契，所以它的窗口就是接下来这2-3年。按你这个框架，它应该值多少钱？我给你算一笔毛估估的账啊，口径很糙，但逻辑你可以自己检验。星链虽然并在 SpaceX 里面，但它的收入和成本是可以单独拨出来的。去年收入114亿美金 ，EBITDA 70多亿，实实在在赚钱了。假设最好的剧本全部演成，10年之后 ASTS 长成了今天的星链，按通信行业常见的8到12倍 EBITDA，那家公司值570到860亿美金，听着空间不小，对吧？现在市值224亿，好像还有2-3倍可涨，但是2盆冷水得浇下来。第一盆，这个钱要等10年，10年就要折现，按12%到15%的折现率一算，570到860亿，缩回140到280亿。第二盆，它的股本还在膨胀，
摊到美股头上还要再打一次折，140到280亿。你再看现在的市值224亿，恰好卡在这个区间中间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市场已经把它10年后修成正果，长成今天的星链这个结局，提前定价得差不多了。而且我这个天花板本身还偏乐观 ，ASTS 是批发模式，从运营商那里按用户抽钱，要做到星链的收入，需要的用户数比星链多得多。所以在现在这个价位买它，赚钱只能靠剧本超预期，要么跑得比10年快，要么涨得比天花板高，要么国防彩票真中奖，任何一条掉链子，股价就继续挨打。那交易上呢？现在这个位置能碰吗？还是个人观点，趋势这个事没什么可争的，它现在就是标准的下行趋势，价格在200日均线下方26%，我们系统里所有的入场信号一个都没触发。我个人的判断是，它可能还有的跌，那什么时候止跌我不知道，新趋势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。这两个不知道不是谦虚，是实话。这种消息驱动的票反转点没人能预测，那怎么办？等让右侧信号替你做决定，先止跌，再收复均线，给出像样的形态，那时候再来讨论。眼前正好有2个观察点，8月上半月3颗新卫星要搭列鹰9号上天，发成了在轨13颗，故事往前走一步。8月中旬出2季报，市场预期已经砍到3400多万营收了，门槛压得很低。可要是再来一次1季度那种不及预期，后果你可以参考5月，在这2个节点之前伸手，就是徒手接下落的刀。何况它的波动摆在那儿，平均一天上下 13.7%， 你止损都没地方放。趋势交易里最容易亏大钱的动作，就是在下跌途中一遍一遍抄底。最后收个尾， ASTS 是一家真公司，技术是真的，频谱是真的，运营商的支持是真的，那2-3年的窗口也是真的。但224亿的市值已经把10年后最好的结局提前付过钱了，而它的2个命门，火箭和融资，都还捏在别人手里，其中一个还捏在对手手里。我对它的态度，故事不错，现在不碰，等趋势自己转身。市场真要启动，不会不给你信号，你不需要抢着当第一个。这期所有数字的来源都放在说明栏的文字版页面里，欢迎去核对。再提醒一遍，本期全部内容是研究分享和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股市有风险，决定要自己做。我们下期见。